经世济民就是说学以致用，厚德载物，让国家获得好处，这才是我们这些工科的人应该做的。目前我们有一个产品层流气帘装置，那我们用这个原理来做晶圆载具的污染的控制。第一个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做；第二个，有人想要这么做也做不好。我们开发这个气帘的层流装置呢，在2015年得到台湾的专利跟美国专利，后来不断的在申请别的专利来巩固它，而且被台积电采用。这个专利技术转移给国内2家厂商，一年他们可以创造2亿的产值。我也替美国冷冻钢化学会写了一本洁净室的设计手册，4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我写的，第一个作者就是我。来教书了以后，就全力投入这个洁净室的研究跟推广。后来发现，不止电子工业、制药、生物、手术房都需要洁净室的这个，但是它是一个很niche的。做洁净室的人，你要会机械、电机，我们叫机电，还要会有化工的，还有环境的背景。尤其现在化工环境很重要，因为尤其台积的一点点的污染都不行。不止产品的污染，台湾的厂盖那么多，排放的污染也不行，所以做到全世界最高规格的。我来北科大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不能只有教我传统机械的东西，我要教去自习环工的东西、化工的东西，越教越读就越懂。台湾厂商是打不死的蟑螂，就是永远都会有新的点子，永远都会有新的 business， 但是人才是最重要的啦。从活动来讲，我们固定每年会办2次的 show course，2000多个学生上过这个课，让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，洁净室的各领域发挥。它是一个在职教育，在这个从业人员有一个在职的进修的机会。那第二个，每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会办一个全国洁净室与常务的助理学术研讨会，可以有200多人来听这个研讨会。我是这个学校的台北工专5专毕业的，这个学校强调动手做，学生毕业前我们就会教他洁净室怎么设计管理。对待学生的方法就是我们很注重学生基础的培养，来加入我们的硕士团队的，我们会花钱请他上我们的一些在我的团队里面必须要有的技术，3D 列印、车床铣床、车模铣刨加工、洁净室设计，还有计算流体力学。我们强调实作，我们学生要自己能够用3D 列印机。那如果真的要做出东西的时候，大量生产的时候，你要加工，帮学生建立这种能力。第二个，我们培养学生，我们不是强调他要很会写文章，但是对硕士生，我们强调的是他一定要能够自己动手做出东西出来，而且我们强调要弄好的 PowerPoint 跟 video 说服人家你的 idea 的东西。我的 group 也算有创新了，做专利就是因为创新。我们对专利的执着高于写 paper 吧，写 paper 是水到渠成嘛，写专利是全力的投入。像我大部分学生都去台积或是联电、华邦、旺宏这些，最主要是这些厂。校园征才的时候就被定走了。常常跟他们讲，你年轻的时候，这是你最精华的2年，做哪一行都可以，你要认真做，绝不能混。尤其是硕士生，你这是最精华的2年。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洁净室，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半导体厂，我们有那么多的经验了。台湾的洁净室的产业、常务的产业，真的是很有竞争力的，可以去国外承包这些工程。我们有信用，不会跟人家要很高的价钱，使命必达，一生选命，替台湾做一点事情。大部分的厂我们都会，只要有关于气流的，有关洁净室的气流、洁净的污染物，要怎么让它干净，要怎么让它做的 verification， 我们都有涉猎，几乎啦，无一不语。动力是我父亲就是很认真做啊，我父亲80几岁还在种田，我也跟我小孩这样讲啊，你也不要自满，也不要自得，人生是很长的，固定每天做。
随时要有自己的那个能力啦。产业里面要去大公司就有这个问题，你进去以后你很难出来了，出来很难自己创业了，所以随时要有这种警惕心啊！你人生是要跑马拉松，而不是跑100公尺的冲刺。100公尺冲刺只能冲100公尺，马拉松可以跑很久很久。当大学老师一定要做研究，那你一定要走很远的路，你不要太冒进。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去哪里都好，你当甲方、当乙方的供应商也可以，通通可以。那你必须要很认真做，但是只要认真做，终有一天你会获得很好的报酬。